大家好，我是猫猫。大家一直好奇啊，我的视频呢是2个月前的呢，那我现在到底在哪儿呢？我呢现在就在格鲁吉亚。为什么又来格鲁吉亚呢？老粉就知道，去年呢我在这边来考察了10来家酒庄，也自己创了一个小小的业，发了一点点的红酒回国。然后去年他们这个老板呀就看了我的视频，因为我在油管也发嘛，他就说：“哎呀，你就尝了那么几款酒，好的酒你都还没喝到呢。”所以今年呢我又来了，后面就是哈列巴的酒庄了。而且去年的时候不熟嘛，价格也打不下来。今年呢我就准备多尝几款，但凡要是遇到我觉得比较喜欢的酒啊，我就给定下来了，然后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打下来。走，他们已经在等我了，看看去。看，又是熟悉的这个车，熟悉的人。Hi. Hi,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again. We are glad to visit us again, and our traditional songers will sing you a song, and you can listen to them as well. Madalova 又是熟悉的，看，2011年获得奖，2013年获得奖，他们这里排列的全是获得那个金奖、银奖。这个是水墨画，水墨画是2016年的时候获得奖。刚刚呢已经试了几款了，然后我也挑出来几款，再重新试一下。OK。First one is dry white, Qvevri style traditional wine. Kategali is the most common grapes from Kakheti area. It's a traditional wine which made in Qvevri. Qvevri style wines, it have amber orange color because it's made with the skin and with seeds, and the skin makes a color. 这个呢就比较有那个杏仁的香味。Next one. Next you try red Qvevri style wine. Its name is Saperavi. Saperavi is the most common grapes from Kakheti. Oh, not too much. More full body wine. Next you try semi-sweet white wine. 接下来就是不停的品酒，品酒。Next you try Kinsmarauli. Yeah. Kinsmarauli is made also from Saperavi's grape. You can have the cheese, bread. The last one which we will try, it's a semi-sweet red one also. It's from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Georgia. Its name is Usakhelauri. Usakhelauri, it means no name, without name, because it's a special grape. So when they think that what does the name should given, they cannot think it because it was so special grape. It has more fruity aroma. It grows in the Raja region. This is high quality. May I try one more time this one? Yes. And then the glass. This one This is is more better. special. Yeah. And that's Sapelawi and another Sapeli. May I try more Sapeli? 我还是更倾向于这一个，这个是果香味会更浓郁一点。It's Otshanuri Sapere. 不停的试酒，试酒。我很不好意思的，我实在喝不下了，因为我试酒的，我觉得试酒我试一点点就行了，没想到他给我倒那么多。其实，在给你看这个试酒之前，其他的这些我全部已经试过了。哇，现在嘎嘎上头。是所有里边这些所有酒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款半甜，
啊，其实它这个跟那个冰酒的一个包装有点像，它这个是等于说是他们这个酒庄最顶级的一个半甜了，也是更甜更好入口一点的。然后这个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水墨画。首先跟你们说说为什么我要选择格鲁吉亚这个地方作为我做红酒的第一站。我身边朋友都知道，我喜欢红酒不是1年2年的，我喜欢喝红酒已经是7、8年了。然后格鲁吉亚这个一个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小国，它的面积不大。然后这个国家呢，最主要的是以做农业为主，所以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污染。包括在这一块是卡赫季嘛，卡赫季呢，它这里下面就是雪山，所以这里的有几个法定的葡萄园嘛，辛兹马尔乌里产区，还有一个呢穆库扎里产区，浇灌葡萄园的水啊，全部都是这里的雪山下边流淌的那个雪融化的一个雪水。因为这边的葡萄酒其实本来它的一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包括它的一个魁梧里。魁梧里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这边当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产的那个红泥土做的一个陶罐，然后埋在底下，经过1年的发酵呢，再放到一个橡木桶里面去。像我们平时喝的酒啊，现在基本上新世纪的酒很多都是用大铁桶直接给你酿出来的，但是这边不一样，因为魁梧里它不是说你可以给你弄一个特别大的铁桶，魁梧里是属于那种一个不大的一个陶罐，然后埋在里边，它有可能坏了，有可能就是说每一年的一个产量呀都是很少的，不是很多的，因为本身这个陶罐也比较贵。然后呢，你要埋在这个地方，你要有一个很大的土地要去埋，而且你不是说你埋可能埋10罐，不是10罐都能出来的。所以呢，它这个魁梧里在这边呢，就是也是一个限量的。还有呢，为什么要在这边选择？就是说，在这儿，它从源头上这个农业小国就没有污染了。你想想，它没有一些工业化的污染。葡萄最主要的是什么？是葡萄，所以它这里的葡萄都是还不错的。我觉得其实今年不是大家都因为口罩的问题，这几年都不太好嘛，经济不太好。然后呢，像往年平时大家呀过年呀过节呀要聚会呀，很多人可能包括结婚送礼。红酒这个东西，你知道在国内呀，很多都是勾兑的，拿什么勾兑？酒精、色素，再加香精、葡萄香精，勾兑一下，你想要什么呢？给你兑出来。但是在这儿不一样，格鲁吉亚呢是第一个葡萄酒立法的国家，它这个国家的立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格鲁吉亚的但凡出口的红酒，必须要原瓶原装进口。比如说你在这儿，你想就是说打包他们一个陶罐送回去不行，打包一个橡木桶送回去不行，必须得原瓶原装。而且他们这边法律是禁止勾兑的，但凡你要勾兑的话，那就你是违法了。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呢？格鲁吉亚是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半甜王国，在全世界能酿造葡萄的那个半甜的工艺的国家少之又少，因为酿造一个甜度呀，红酒嘛，它是分干红、半干、半甜、甜红。如果按照甜度来划分的话，这个半甜其实在一个酿造的工艺上是属于比较难的。然后格鲁吉亚呢，这边就是以半甜呢是最负盛名的。有的人一到过年呀要送礼呀，我选择一定在国内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奔富系列的，还有拉菲，还有可能拉图、农船，或者是波尔多产区的。法国的酒虽然出名，但是格鲁吉亚的酒是被法国人都认可的红酒呀。包括平时我们要是失眠了，没事喝一杯酒，我跟你讲睡得可安稳了。哎，说了那么多，就觉得很多人在国内现在不是他喝不惯那些，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半甜的一个酒呢，就是很好入口。像格鲁吉亚一个特色就是不酸不涩，酸度甜度它做的很均衡，所以就导致呢，就是说我们哪怕不会喝酒的新手，就你喝下去你都很舒服。这个呢是我最喜欢的。如果这个呢现在要发回国的话，我现在订货发回国可能要到年底才有货了，所以这次双11这个就没缘了。现在呢，我已经选好我想要的酒了，下一步就是出去跟他们谈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刚刚呢跟他们谈价格去了，他们老板不愿意出境。然后呢，这就是我选的几款酒，都不知道啥时候能上架。这个水墨画在这儿就是当地卖26里拉，然后合人民币是68一瓶，这是他们酒厂的一个出厂价。然后乘以6，合下来就是411一瓶。我现在双11呢，我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水墨画呢，我是打算在我双11的时候369一箱，然后
在参与一个满减就是满200减30的一个活动，合下来339一箱。但是呢，这个运费你们得自己出，因为这个价格是准备就是说刚好我创业1周年嘛，送粉丝福利的。我明天可以去任何一个超市，再给你们看一下当地的超市，应该会比这个价格稍微再贵一点。这个价格是因为跟他们老板谈了之后打下来的，然后也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次双11就准备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福利款。今年呢，我也是想把这个量给打开了之后，然后跟他们做一个好的合作，跟这个酒庄，他们还挺好的，还给我送了一堆酒作为一个礼品。我的天哪，我又背着这几瓶酒，我要多久才能喝得完呀 ？Thank you for your gifts. Thank you for your visit. 走了，我已经回到住的地方了。为什么今年要考察新的酒庄呢？今年不是谈的穆卡多的酒庄吗？这个是第4。去年谈的那个酒庄呢，它的那个酿酒师移民到澳洲去了。移民到澳洲代表什么呢？就暂停合作了。去年跟人家拼的酒柜，现在呢还有不到400箱，然后就准备清仓了。像去年这个之前去年是卖1188的。想亏本处理了，因为现在马上我要订货嘛，订货要发新的酒柜回去，一个酒柜还挺贵的，可能钱不够那么多了，我就想把去年的全部清仓掉了。就那半个货柜，我卖了1年都没卖完。这个是那个第一也是一个魁梧里的，其实这个酒挺好喝的，但是他现在酒庄换了那个酿酒师了，我就不太想跟他们合作了。这个合下来人民币是288一箱的，现在我也是准备买1送1，全给他清了。我现在仓库呢就剩3款酒了 ，D 系列的，一个是D1，一个是 D9，还有一个是 D4。D9呢就是入门款的半甜，我平时是卖520一瓶的，最低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卖到400多一箱吧，400多一箱，现在清仓了嘛，520，买2箱送1箱。我现在已经是不求赚钱，但你不要让我亏太多，就清了吧，反正也没多少了。之后就这D系列的酒我就不卖了。如果你们想过年呀，或者圣诞节呀，或者是要送礼呀，我不能给你们保证别的，但是我能给你们保证的是，在猫猫这儿你买的酒绝对给你是保真的，就是绝对是我从格鲁吉亚给你寄回去的，不会说你买到什么市场上的勾兑的假酒，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里的酒我自己还挺喜欢喝的，不好意思喝多了。有任何问题来我直播间问我吧，准备开个直播给你们解答任何问题。